话说长安城里有个叫是方栋的书生，他颇有才华，但是为人轻浮，不太注重礼节。每次在街上见到女子游玩，他总是轻佻地跟在后面调笑一番。话说清明节前一天，是方栋闲来无事，便信步走到城外。走着走着，忽然看到一辆装饰华丽的小车缓缓驶过，车旁跟着几个丫鬟，其中有一个丫鬟骑着小马，容貌绝美。是方栋不禁好奇地靠进去，想看个清楚。只见那车帘子掀开，里面坐着一个16、17岁的少女，服饰鲜艳，美丽无比，是他平生从未见过的绝色佳人。这一看不要紧，是方栋顿时被她的美貌所吸引，眼神无法离开，时前时后地跟着，跑了好几里路。这时车上的少女注意到有个男子色迷迷地跟了一段时间，便吩咐旁边的丫鬟把帘子放下，哪来的轻狂小子，老是偷看我们。丫鬟听罢，便将车帘拉了下来，并且瞪了是方栋一眼，说道：这是芙蓉城七郎公子的新媳妇，回娘家探亲，可不是乡下的村姑，让你这个秀才随便乱瞧。说完，丫鬟竟然从地上抓了一把土，向是方栋扔去。是方栋被土眯了眼睛，一时睁不开，好不容易擦了擦眼睛再看，那辆车子早已消失不见了。是方栋带着疑惑返回家中，只觉得眼睛一直不舒服，让人帮他仔细检查，发现眼珠上生了一层薄薄的翳，情况越来越严重，泪水不断，翳也越来越厚，几天后竟像铜钱那么大，右眼更是起了漩涡状的东西。各种药物都试过了，就是不见好转。是方栋懊恼极了，于是开始反省自己。后来听说光明经可以解厄运，是方栋就找了一卷，请人教他诵读。起初心里还是烦躁不安，但时间久了，心情渐渐平静下来。每天除了早晚诵读，就盘腿打坐念珠。这样坚持了1年，使方栋的心境变得清静了许多。一天，是方栋突然听到左眼里好像有苍蝇般的声音在说：黑漆漆的，真难受啊。右眼回答：咱们出去走走，透透气吧。是方栋感觉自己的2个鼻孔里有些蠕动，似乎有什么东西从鼻子里出来，离开了自己的身体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那东西又从鼻子钻回眼睛里，接着又听见左眼里的声音在说：这么长时间没去园子里看看，珍珠兰怎么就枯死了？是方栋平时非常喜欢兰花，在园子里种了很多，每天都会亲自浇水。自从眼睛看不见以后，很久都没有管过这些花了。听到这话，是方栋急忙问妻子：兰花怎么会枯萎了？妻子问他怎么知道的，是方栋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妻子。妻子跑去一看，兰花果然已经干枯，他感到十分惊讶。为了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妻子悄悄躲在房间里观察，只见有2个小人从是方栋的鼻子里爬了出来，大小不到一颗豆子，忙忙碌碌地出了门。等他们走远了，就再也看不见了。
过了一会儿，这两个小人手拉手回来，像蜜蜂蚂蚁一样飞回是方栋的脸上。这样的情况连续发生了2-3天。后来是方栋又听见左眼里的声音说，通道太绕了，进出不方便，不如自己开个门吧。右眼回答说，我这边的壁子太厚，不容易打开。左眼说，我来试试看，如果成功了，你也可以一起从我这边出入。接着是方栋感觉左眼内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抓裂了一样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试着睁开眼睛一看，居然能看见东西了。他高兴地告诉妻子，妻子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方栋左眼上的脂膜破了一个小洞，黑眼珠微微发光，就像刚切开的辣椒子一样。到了第二天，眼睛里的障碍物完全消失了，仔细一看，竟是双瞳共处一眼之中，只是右眼的漩涡还在。这才明白过来，两个瞳孔现在共用一个眼眶。虽然是方栋只有一只眼睛看得见，但他看东西比以前更加清晰了。从此以后，是方栋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连乡里人都称赞他德行高尚。说到这里，还有一个小故事。我听说有这么一个读书人，他和2个朋友在路上走，远远地看见一个年轻女子骑着驴走在前面，他就吟诗道，有美人兮，然后对2个朋友说，咱们追上去。3人笑着追赶过去，结果发现那女子竟是他的儿媳，他顿时羞愧地说不出话来。2个朋友假装不知道，开始品头论足起来。读书人感到很尴尬，结结巴巴地说，这是我大儿子的妻子。大家这才各自忍住笑，不再乱说了。这真是轻浮的人往往自取其辱，真是可笑啊。至于是方栋眼睛被土迷到而失明，这恐怕是鬼神给他的惩罚。至于这芙蓉城的主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，难道是菩萨显灵吗？然而那小铜人还是帮是方栋打开了眼睛的门户。看来鬼神虽然严厉，但也允许人们改过自新啊。